嗨，大家好，我是 David。那我的频道目前主要是上传关于篮球为题材的玩具定格动画。有些网友可能会在下面留言说，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教学的影片。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新手，你要怎么开始定格动画的拍摄，还有这几年我在拍摄的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还有4个拍摄的小技巧。首先，定格动画它是由一张一张的照片组合起来的。那你在拍每张照片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玩具都能够固定在你想要的位置上。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粘土跟支架。那一般我在使用粘土的时候，我会习惯把粘土粘在人偶的脚尖还有脚跟的地方。这样的话，不管是站姿或者是跑动的姿势，都蛮稳固的，而且也蛮方便去做调整。粘土的话，我个人是习惯使用这一款。它其实使用起来，我觉得粘度蛮刚好的，而且其实不会有那种粘土放久了会容易干掉的问题，其实还蛮能够重复使用的。那支架的话，我目前使用率最高的是西帕动画的这款支架。这种动画专用的支架，它底部会有一定的重量，那也有很多关节处可以调整支架的高度还有位置。固定人偶之后，就可以让人偶做出更多动态、夸张的动作。如果目前你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些专用的支架，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你当时买可动公仔它附赠的支架。像我之前就有用过，当时买《灌篮高手》可动公仔的时候附赠的支架。我在支架的底部粘上粘土之后，放在桌面上固定，其实就已经算蛮稳的。像是切入、跳投、灌篮、抢篮板这些比较动态的动作，其实都是有办法完成的。那只是调整上相对来说就没有专业的动画的支架这么方便。其实定格动画你只要有相机、手机，还有定格动画专用的软体，就可以开始拍了。打开软体，接上传输线，你就会看到相机的画面已经同步到软体的预览视窗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会打开动画软体，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功能。把下面的拉杆往中间滑，你在调整人偶之后，你就会看到画面中出现了前一帧人偶的残影。这个功能可以很方便的我们去检视人偶动态前后到底有没有顺畅。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让人偶动态更流畅的小技巧。你在拍摄人偶动态的时候，人偶的残影的边缘尽量要呈现一个平滑的曲线，这样你在播放的时候，人偶才不会出现突然有抖动的画面发生。专业的定格动画软体 Dragon Frame， 它在官网的售价是295块美金。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个 App Stop Motion Studio， 像是前面提过，可以检视前后动态的拉杆，还有设定1秒你要有几张照片组成的功能。另外还有像 M 模式，可以自己设定曝光还有焦点。白平衡的话，我自己会习惯点选锁定，还有像是对焦、变焦这些功能。所以虽然它是免费的，但对于刚接触定格动画的新手来说，这些功能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齐全。我像之前在拍 Mayflex Michael Jordan 那支影片，有几个镜头就是用这个 App 还有手机完成拍摄的。那我们在拍摄完一个动态之后，记得先不要把相机关掉，也先不要把灯关掉，记得先把人偶跟支架移出画面之外，然后拍一张空景。这对于后面你要把支架清除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样在后期，你不管是要用剪辑软体的遮罩功能，还是像 Photoshop， 你才能够用空景来把支架去除掉。这边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你在拍摄空景的时候，你现场光线的状况尽量要跟你之前拍人偶动态的那几张照片尽可能要保持一致。这样可以避免你把支架修掉之后，你那张太暗或太亮的底图，你在播放的时候让支架修掉的痕迹变得比较明显。那其实这个状况你可以避免自然光，或者是现场的光源尽量使用LED 灯，再加上相机的 M 模式，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善这个问题。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厉害的定格动画创作者，他们拍摄的影片也不一定会把玩具的支架修掉。所以说，就看什么样的方式最适合你，最能够带给你玩玩具的乐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提高拍摄效率，还有提升画面的丰富度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多多运用不同的景别来拍摄。像如果你想要呈现人物跟环境的关系，那就拍浪一点，就拍远景或者是全景。
那如果你想要着重在人物的动态，还有人物的肢体动作，那你就可以试试看全身或者是人偶膝盖附近以上的高度来拍摄。那如果你是想要着重在人物的情绪，那你就可以试试看把人物拍近一点，让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多一点。当然，这些镜头语言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那我自己也还在努力的学习。那只是说用这些画面去完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动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而且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而且一些比较特写的画面没有拍到支架的话，就代表这道画面可以直接拿来用。那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都是我在拍摄动画的制作过程。觉得如果这支影片能够让大家在玩玩具的时候多一点乐趣，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那如果你还有希望我拍什么样的篮球定格动画，还是说拍什么样的题材，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最后就祝大家的玩具都可以帅气的动起来。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拜拜。